今天我用豆包和面粉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来和大家分享台湾的小吃刈包，也和大家聊聊台湾的习俗。为什么台湾的尾牙会想要吃刈包？台湾的尾牙就是马来西亚会叫做 Annual Dinner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面粉和豆包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个搅拌器。这个是搅拌器的钢盆，在里面倒400克的中筋面粉，等一下用机器来搅拌。糖50克，先放在角落。1茶匙的酵母，油2汤匙，这1汤匙是15 CC， 所以就是30 CC。放入200 CC 的过滤水。把它先拌一拌，再放进机器里面搅。搅拌成像这样子棉絮状后，就用机器来搅拌。用机器给它揉面团，这样子比较方便。我习惯这样子沿着调理盆。把面团刮下来，推进去，可以了，让它自己慢慢的搅。已经成团了，可以把它取出来。机器揉成团了，取出来，再用手给它揉光滑点，揉一揉它就变光滑了。给它收成一个圆，准备发酵。今天我要用烤箱来发酵，因为我们家的烤箱刚好有发酵的功能。那如果没有烤箱发酵的朋友，可以直接就用保鲜膜包起来发酵，大概发酵30分钟，2倍大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去放烤箱。这里有一个发酵。是设定它本来就设定38度，30分钟。准备2颗酸菜，这酸菜我在台湾传统菜市场买的，这里是台币20元。刚刚我有先用流动的清水把它一片一片打开来，这样子冲洗，冲一冲，搓一搓。然后呢，我又再泡了过滤水，泡完过滤水之后呢，把它挤干，现在准备来切，把酸菜切成细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刈包呢，也叫做割包。刈这个字呢，在台湾民间汉字书写，中文读音其实是叫念意，意思就是歌曲的意思，切开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有的人说刈包也叫做割包。刈包是台湾知名的小吃之一。刈包呢，它很类似馒头。像馒头跟馒头就很像，只是它差别在馒头呢是半圆形的立体的，那刈包呢是扁扁的，好像是椭圆形的。刈包对折一半起来呢，里面就包馅料。传说刈包是三国时代的张飞呢用刀割开馒头夹肉，这样子来吃而得名。那刈包源起于福建省福州的虎咬猪。经过台湾在地文化的改良后，口味上也做改良了，普遍就被大家接受，成为现在的刈包。会叫虎咬猪呢，是因为割包的外形很像老虎的大嘴巴，咬着一块肉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俗称虎咬猪。我这次分享的呢是素食的刈包，看起来我要把它改名成虎咬豆包啦。这酸菜呢，可以一次过准备多一些，炒起来放在保鲜盒。那要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拿出来配饭，当成小菜。像这样子呢的分量，你可以再放多2条的辣椒，这样子呢配小菜吃的话，就是酸酸辣辣的，很下饭。那这次呢，其实也可以放辣椒，只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不能吃辣，所以呢我就把辣椒省略了，就没有放辣椒。
像有时候我去台湾的面摊吃面的时候啊，我有看到他会免费放1罐的这个酸菜在那个酱料区那里给人家自行取用，所以呢，我就会夹一小碟的，都是免费可以这样子吃的，就是老板对大家都很好，会准备这种免费给大家吃。这里反过来先切片，因为梗的地方比较粗，再摆整齐，给它切成丝。把酸菜放入盘中，准备几片的姜，今天我准备4片。把姜放入盘中。准备5片的豆包，把豆包对半切，把豆包放入盘中。准备个平底锅，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把豆包放进来煎，两面给它煎成金黄色。煎成金黄色了，现在把豆包翻面。把豆包煎煎，等下再来卤。豆包两面都煎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这是在超市买的卤包，放1包进来，加满。大概8分满的水，等下要把豆包放进来，开火把它烧开。这时候来调味，酱油5汤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冰糖1汤匙，把调味料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了，现在放入豆包。把豆包放进来卤，这也可以变换成卤味，就是放海带，还有百叶、豆干、花干进来卤。今天只卤这个豆包。卤汁没有用完，可以冰冷藏，大概放3天，也可以冰冷冻。我有时候会用这个汤汁来煮卤面给孩子们吃。再加点豆瓣酱，就变成红烧面。现在转小火，盖盖子卤，大概卤1小时。发酵好了，哇，你们看，好大哦，2倍大了。把面团取出来，排气，手可以沾点粉，比较不会黏。给它搓成长条形，要来分割成团。太长了，中间可以切1半，可以来分割成团了。取1颗面团，把面团收成圆形。像这样子，我后来称了，每一颗大概是50公克左右，50多公克，52、53这样子。那现在我们一样还是把它收成圆形。来聊聊啊，台湾的一些习俗。农历12月16日这一天啊，就是尾牙，大部分的公司呢都会在这一天办尾牙。这是民间商家的习俗，老板呢就会请员工吃尾牙，然后犒赏员工啊这一年来的辛苦。员工呢也可以在这一天跟彼此增进感情，就是员工跟员工彼此可以增进感情。现在呢大家比较随意，
都不一定会定在这一天，12月初16，老板就会安排任何一天来办尾牙就可以了。每月的初2和初16呢，这一天呢，他们就会拜土地公。在台湾这种祭拜仪式呢，叫做做牙。那2月初2呢，就叫做头牙；12月16就叫做尾牙。那尾牙这一天呢，大家都会吃这种挂包的习惯，因为呢，挂包的外形很像钱包一样，就象征着来年呢可以发大财，钱包是满满的，都用不完。而且呢，俗称挂包就是虎咬猪嘛，刚刚讲的，所以呢，希望吃了之后呢，可以把福咬住。对生意人来说，吃挂包有另外一种含义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商人啊，他们在生意的往来上面呢的应对，都有时候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，然后他们就吃挂包呢，就象征着可以把这些曾经说过的谎言啊，就吃进去、吞进去这样子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台湾在地社会的一些应景的风俗，也可以说是流传的故事。那有时候呢，听听就觉得很有趣。当然啦，我们做人呢，也要实实在在、脚踏实地，这样子才好。收成圆形后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给它擀成长条的椭圆形，准备来做挂包。这里等一下要用一片布盖着，才不会风干。可以了，我去找一块布来盖。用擀面棍把面团擀成椭圆形，长长的椭圆形。这擀面棍啊，是我爸从马来西亚呢带来给我的。他在马来西亚，他就买一条好长的木棍，然后就剪成这样子短短的，然后把它磨得光光滑滑的，这样子就变成擀面棍了。前后这样子用力的把它擀成一个薄薄的椭圆形，可以了。来刷油，在一半的地方刷上油，折过来，就变成一个割包了，像这样子。刚刚做了几颗，我发现呢，可以先把面团给它塑形成长条形，再来擀，这样形状会比较漂亮。然后头的地方不要太尖，太尖的话给它拉一拉变成圆的。这里还很厚，可以再给它压过去，摸起来都一样厚了。一样涂油。挂包我做了12个。那在马来西亚呢，其实也是有人卖挂包，但是是不是素食的，我就不知道哪里有卖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哪里有卖素食的挂包，在下面留言哦。那现在我们做好了，先把这个布盖起来，然后让它休息大概15到20分钟，我们再放去蒸笼里面去蒸。蒸笼放上香蕉叶，也可以放上烘焙纸。在香蕉叶上面涂上一层油，如果是烘焙纸就不用涂油了，可以了。割包醒好了，放进蒸笼里面。另外一层放上烘焙纸，因为没有香蕉叶了，记得烘焙纸要有剪孔洞。把割包放进来，一样也是不要放得太密，因为它还会再发更大。先拿去蒸，热一锅水，把挂包放进来蒸。盖上盖子，转大火蒸1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哇，好漂亮哦！
先来捡一些九层塔，因为今天我去菜市场的时候没有人卖香菜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可以用九层塔来代替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捡一些九层塔。刚好小朋友不喜欢吃香菜，那就用九层塔，正好他们喜欢。可以了，大概一个割包里面放3片4片。九层塔洗干净了，把九层塔挑下来。这是在菜市场买的花生粉，老板说这是没有调味的，所以我等下来放一些白糖来调味。白糖就依个人喜好，看要放多少。把它拌匀，可以了。取一个挂包，打开挂包，加一些酸菜进来，再放上花生粉，我喜欢放多点，比较香。可以了，把卤好的豆包放进来。放上九层塔，完成。这豆包呢，刚刚我有拿出来的时候，用铲子，然后用筷子这样把那个卤汁挤干。挤干之后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滴那个卤汁下来，把这个挂包用湿。我每次看到酸菜呢，我就很想要配稀饭来吃，清粥小菜这样子。豆包我摆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个切面朝里面，这样子就会很漂亮。最后放上九层塔，完成。等下晚餐就来吃这个。吃挂包喽！是挂包。挂包啊！好好吃哦！那个豆包卤的好入味，用酸菜酸酸、咸咸，还有甜甜的。甜甜可能是花生粉在甜，很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花生粉？好好吃哦！有没有像汉堡？有点像，但是很像汉堡哈。其实不一样。这个挂包很松软，你们看，很松软，真的很松软哎！你看压下去就弹回来了，真的回弹哎！这有可能。很好吃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好吃哦！还有没有包子？我觉得我可以吃2个。